生了什么朋友晚安，你好，欢迎收看气盘20年。我们在今天11月16号在苗栗巨蛋体育馆为你带来今天的第2场赛事，男子组的比赛登场，将由台北康体面对彰化三大有限。在稍早呢，我们在前场比赛呢看到了女子组这个输1赢3的逆转秀。那不过我们接下来2场比赛都是男子组的赛事，目前依然是由连庄6胜1败居联盟的首位。那接下来的排名分别是云林美金农、屏东台电。那后半段呢，则是桃园台湾产险、彰化三大有限以及目前寻求开服的台北康体这6支球队。那么连续2周在苗栗巨蛋的赛程其实都有各自的话题，特别是在今天的开门战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在这场比赛呢，请到了球评连线是我们的自由女神杨梦桦，我是王柏林，梦桦你好，午安。你好，大家好。好，我们要看到其实彰化三大有限跟前一场比赛在这个11月9号开胡在上周呢击败了美基农在这个5盘当中，最后呢这决胜盘击败了对手。那不过我觉得特别提到台北康体在目前的0胜6败，不过我们再回溯一下他们在先前这6场比赛，其实就2场比赛其实打到决胜盘，但感觉上其实在第5盘好像在这一开始就被对方有点拉开比分，然后你要追的时候追的时间也比较晚，所以比较可惜。这2场比赛在打5盘的情况之下呢，是分别输给了康体以及输给了美金农，所以比较可惜。输给连庄跟输给美金农，所以还没有开胡。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队目前都是在换血的阶段，所以其实在默契上的搭配可能就没有像可能以前都有学长姐带着，每队的男女排都一样，都有学长姐带着的情况下可以好好的发挥。那现在其实都是很多新秀，我一打开这个就是大家的名单都是2000后的，对，我想说哇，大家都很年轻，然后都是很热血在打这个比赛。那我希望这些年轻的选手也可以跳出来，然后可以当个领导者吧，对，在球场上就是不分年龄、不分大小的去当一个领导者，然后好好的享受比赛。好，那我们这个稍后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那在今天呢，接下来还会有一场赛事，在今天晚场，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2点、4点、6点，不过在最晚场的比赛呢，可能会因为先前第1场比赛打时间比较长，可能会稍微延后开打。那今天呢，第3场比赛将是由桃园台湾产险要面对屏东台电。好，那这是我们在今天周6的赛程。连续2周呢，在苗栗巨蛋体育馆那这个比赛的场馆其实大小，其实我自己认为，其实在举办室内运动，篮球、排球，其实都是蛮适合的。对，蛮舒适的。就像其实我上礼拜也有说，其实这个场地好打，只是相比像桃园的桃园体育馆，它是非常大，然后切一半，那整个在球的飞程其实就差上蛮多的所以其实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跟蛮享受这个苗栗巨蛋体育馆的。来自新北市。好，2位执法裁判，第1裁判陆俊豪，第2裁判张志豪，2位国际裁判。第1视线员国家 A 级裁判林奇祥先生，来自台中市。2位视线员林奇祥跟吴胜发。第2视线员国家 A 级裁判吴胜发先生，来自台中市。再来为各位介绍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审判委员郭茂全先生，来自高雄市。好，2位委员，首先是审判委员郭茂全，另外裁判技术委员是张荣元老师。再来为各位介绍双方球队先发阵容。首先，好，2队其实分别都是来自康体，是来自国北教大。那另外彰化三大有限的则是彰师大。其实在这一路打上来，从国中、高中到这个大专的阶段，其实彼此也算熟悉了。对。不过在今年的企业联赛，他们2队是目前还没有交手过的教练，所以刚才也提到，如果康体想要拿到今年的第1胜这样比赛其实是蛮好的机会。是，2队目前的积分其实都是2分，都是一样的。那另外彰化三大有限呢，如果想要来追上中段班，甚至到头牌的球队的话，那其实他们也要把握，也要抓着台北康体。所以其实应该说，这场比赛应该在近期来讲是2队设定，其实应该要拿下的比赛。我觉得啦，我会觉得就是也压力不要这么大。我觉得。大多就是着重于把表现自己以及表现团队的这个流畅性跟自己队的节奏有没有打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哦。是，好，这场比赛马上准备开始。
其实讲到彰化三大有幸，其实最近的境况算是蛮不错的。是。哦，上周其实，在面对美金盟啊，这个拿到了赛季的第1胜。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先发名单，台北康体这边，这是由郑胜瑞、林阳成、林胜恩，9号的张浩博，6号的廖宏敏以及1号的李冠伟担任先发的 starting six， 这6人先发。那另外在彰化三大有限这边呢，依然是由陈恩德搭配了赖建豪，另外18号的张庭汉，33号的庄子琳，3号的陈玉玲，另外还有7号的陈介体。对，本场在康体如果要拿下1胜哦，他们对上的李源哦，就是特别注意啊，他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哦。一开始在攻击就拿到了分数，对，是相当年轻的选手跳出来拿下第1分哦。好，这边首先出发发球的是赖廷汉。打得非常有技巧。在拦网，在三大有限这边的拦网哦，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大炮手这边是有做一个切动的哦，所以其实在这部分呢，其实大炮手三大有限这边的拦网就必须要推一下中间手，说哎这边有人切动进来，他就要顾一下中间这一个打2号时间的攻击手。对，这心脏地带空掉了。是。好，轮回康体发球。八股修正，还再攻，可惜了一点。两边在这个来回其实应该说互相有堆叠哈。是。其实一开始我们看到彰化三大有限上如法炮制。林胜恩发球。哇，有点危险，对，太靠网了。是，但其实，在靠网球也有靠网球的处理方式，在攻击手这边或许是可以先踩到球的底下哦，再做一个跳跃，来去跟对方做一个压球往外拨，这也是一个技巧哦。不过这球感觉他已经送到了康体的布阵当中了，还在网子上，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还有机会争夺一下，对对对。直接挡到对，对，在搭配上也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顺哦。不过这拦网成功。应该是对方对打no in哦，是。目前比数3比2，台北康体领先。康体连拿3分之后，三大有限拿回来发球权。哇，球一开始就抛的有点太低了哦，还没有做完一个攻击的起跳就打球，就球没有抛好啊，对，发的比较长。哇，这个发球权跟分数直接回给了康体。梁阳成的发球。发球求稳，不过在过渡当中，三大有限这一次的配合其实就相当的明快哦。对，是很流畅的哦，只剩下1支拦网的状况下，顺利得分。后排陈恩德。
哇，连续几次都打得比较长哦。是，感觉是像是在开局的搭配上的节奏，还没有这么流畅哦。是，对。尤其可能在像我们刚刚有说，其实这个苗栗巨蛋体育馆哦，它的光线其实原本是采一个自然光，是。那今天其实现在已经有点晚了，天色也渐暗了，所以整个球场哦，在看球上可能就会比较难看一点。对对对，要适应一下哦。修正后排恩德，防守起来，还有老二，再一个。 有注意到王子霖，还是被封住了。其实感觉打到现在哦，彰化三大有线他们在后排的攻击比例其实是蛮高的。对，因为在三大有线这边的攻击重心恩德哦，确实是在前几周的表现相当的优异哦，所以他们为了想要抢分的状况下，确实都会一直塞球给后排的恩德。对，那我觉得这边是他们还是可以先以前排的攻击手来做一个拦网打手的技术。 得分我觉得来的比较重要。哇，这个感觉上接球有一点失去了专注力。是。哇，急速的下坠，这个比较可惜了。三大有线是需要暂停，需要。喘口气。哇，刚才康体这个发球过往急坠，但感觉上在这个接发球的这个球员似乎好像。 感觉他重心还没有压稳，这个球已经到他眼前了。对，廷翰也算是我从小时候就播过他啦。对，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手。那现在加入到这个三大有线这个家庭，他可能在心态上还要再勇敢一点。对，在接球可能要早点做准备啊之类的。对。 其实场上的连结哦，就是在不论是攻防哦，其实在这个队友间彼此在声音上的传递，其实是很重要的。对。提醒队友说，哎，这球准备要来了，或者是站位的部分，其实稍微提醒一下，可以减少很多在这个应该说连接上面的一些失误。对，尤其是有很多新生的新选手的加入哦，声音又是更重要的一个动作哦。连续2个发球都非常的威胁啊！哇！ 然后让发球发得好，这球分数先拿到一半。哇，康体在开始的这个攻势啊，连拿3分之后，接下来在4比3的情况之下，连拿了5、6、7、8分，连拿了4分。是，现在三大有线这边加强了接发球，把国强晃上去。长了一些，奥赛。不过现在整体打起来，我觉得康体这边哦，确实是在一个攻击进攻来讲比较顺畅哦。对，不管是球的到位率以及举球跟攻击手的搭配都会比较顺畅。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气不顺的时候，这状况其实都特别多。是，有的时候教练会就希望说，在这种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先求稳，先把该守的球一球一球先接下来。对。哇！接连在接发球上面出现了一些状况。是。 我现在感觉三大有线在接发球上有点压力哦。对。哇，这球接得也很惊险啊！然后第一拍挡住，第二拍还是硬生生挡回去。是。哇！整体来讲都比较没有系统，比较乱一些的感觉哦。对。哇，现在康体这边的气势很旺哦。是。 球员在这个攻击上面也非常的强势。后排，好，这是个机会。哇，就真的，你说接发球真的太重要了。是。哦，你接好没有接好，你中间能不能过度修正？哇，这个就差别很大了。对，如果把球接好的话，确实可以用一个中间手来引诱对方的拦网，来做一个后排进攻，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好，要回了发球权，陈玉玲的发球。
发球的想法不错，贴网过。不过这球直接打出了边线。一球一球追。是，或许刚刚在康体这边给胜恩的球哦，就不能太靠网，因为毕竟他是算是比较矮小的一个球员哦。 球正球，哦，两边都连续在4号这个位置不断发动攻击。整体来讲，其实三大有线这边还是要先降低自己的失误率哦。 廖鸿生，球，哦，这个是在今天应该是三大有线这边比较成功的战术执行的。对，因为国强其实在今年的角色比较不一样，他今年算是比较最佳第7人的角色，会换上去，做一个替补，像是防守以及接发球的角色哦。 其实两队在今年的这个失分的这个比例，其实相对应该说失分的这个失分率来讲，都相对算是比较高。如果以前面的6场比赛打完的话，康体得到447分，但掉了543分。哇，这个其实平均是每得0.8分就掉1分。对，伯伦哥，你的数学真好。我刚刚想说，这个商数0.8的概念，应该就是这样转换。是。还是要给对方施加一些压力啊。哦，不过三大有线在这段期间的分数啊也扶摇直上，啊，至少在目前分数还在射程范围之内。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不要放弃。对，我觉得比赛还在进程当中的话，那股气吼还是可以慢慢的再拉回来的。对，然后连拿了3球啊，现在13比19。 啊，好可惜！不然其实这个开网的快攻其实是配合非常好的哦。是，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梦话讲的这个细腻度，哦，其实像对方这正面还来不及关门，这个球其实应该是要能够拿下分数的。对，但有这样子的想法跟这样子的配球是很好的哦。对。 还是要交给恩德这边来得分哦。想要正面的强攻，双拳男第4手，10比14，打得聪明，心脏地带呈现真空。 你如果说现在真的说要有一些两队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的话，是康体现在的变化其实稍微是比较多一点点。是没错，但是其实他们也算是比较稳定的一方哦。对，因为比起来三大有线这边确实是自己的失误啊，以及像刚刚看到的接发球，对，没有到位，所以会造成他们没办法一直得分的状况。是，哇，你这发球没有能够很顺的接下来。 你再交给前排的攻击的这个角度跟timing就不会太好。对，当然。中央三大有线请球替补30号下11号陈以安上。好，进到第1局，进到中段喽。11、15，这个发球蛮重要，陈一安。第1个快攻被拦下来，我第2拍要再下的时候呢，这个角度就没有办法掌握得太漂亮。对，因为其实刚刚第1波快攻，其实在搭配上，对方其实拦网没有注意到，已经慢了1拍跳，但是在康体这边出手也太慢了一点，就还蛮可惜的。应该
是有一个 touch， 所以康体这边提出了拦网触球挑战。张浩三大有限请求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 这个挑战其实会在第1局会有一些这个关键的变化，对，因为目前其实就差2分，是，这牵扯到第1个球权、第1个分数上的差距哦。对。我们要回放，有没有碰到呢？对 ，low touch 触球，对。哇，这个挑战成功喽！ 张浩三大有限挑战失败。更正，台北康体挑战成功。好，挑战成功之后呢，这个要重新把发球权应该会做一个转换。对，所以分数上从15、13现在变16、12，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分数上来讲，你多了1分，而且重新要回发球权了，来到4分的差距。对，其实可以看得到，庄子玲这边其实只有1支拦网哦，代表他的出手太慢了。所以如果他出手早一点、快一点的话，其实对方是碰不到球的哦。 好，三大这个时候要再请求暂停了。第1局的第2次暂停，timeout，这个时候来了5分的差距。我们看一下在分数上的分布。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台北康体在开局时呢，从这个5、6、7、8、9、10、11啊，在这段期间呢是拉出一波7比1的攻势啊。在分数上，在这段期间打下了一个基础。不过在第1局的中间开始呢，其实三大这边开始追。 所以在近期来讲，就我觉得刚才的这个挑战，就我们讲，其实非常的关键。是分数从2到3分的差距变到4分的差距啊，发球权也做了一个转换。那康体也利用这股气势啊，把分数啊持续的这个打蛇随棍上，现在来到5分的距离了。是跟柏林哥一起讲那个播报的时候，我都脑子一直思考那个笔数，对，成语也有，然后笔数也有，真的是非常清晰，是。 哇，这球接了也很惊险呐！对，在庄子玲这边的攻击哦，他确实也是一个矮小的球员哦，所以他真的还是必须要多运用一点拦网手 touch out 的一个进攻来去得分哦。哦，这个角度打的就很刁了。是。只要他有追到球了，我觉得他只要有追到球，都可以去发挥他擅长的一个技术哦。确实。 还有啊，靠网，大界，还有，哇，这边似乎在是，对，对，哇，不过刚才这球，张大师这边确实是很可惜哦，对，是沟通很。 应该是说，我宁可我是教练的话，我宁可选手跳起来去处理这颗球，而不是呛子送过去。因为其实你呛子送过去，等于对方就组织一波攻击搭配嘛。对，主动权就转移了。对。彰化三大有人请求替补77号下18号张庭汉上。感觉彰化三大这边比较可惜哦，就是像刚才梦话讲，就是在沟通上面哈，就是在场中上面，其实我觉得可以多一点声音。对，因为其实毕竟彰化三大以前其实今年也算是第2年，成军第2年的一支球队哦，在一些细腻度上，可能还没有其他的球队来的这么的细腻，所以我相信他们打每一场球赛，对他们讲都是一个非常成长的一个养分。哦，但机会创造出来，其实这个把握度还是不错。啊，这个发球就重要了。 快攻，好球！确实在洪胜这边在前排哦，他有相当好的一个身高优势，192公分。他其实基本上起跳哦，在对方的三大线那边拦网，其实几乎碰不太到球的哦。张浩博的发球，
接打在对方的手上。应该说，在这个角度上，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空间可以去操作。但是廷翰这边或许其实也可以把球点落在自己的头上来去打一个。要往上打，要勇敢的往上打。你一直往场内打，或是往下打的话，就会造成这种比较碰壁的状况哦。直接被对方封回来了。对。后排。靠网。哇，其实光看这一波双方。都有一点混乱了，稍微有点惊险。不过最后还是台北康体把握住了这次的机会，是后排中发动攻势，要到分数。哇，又连拿了3分。然后3号有限起球第5、7号下10号传统门上。连都是自己的搭配啊，或是接发球什么状况蛮多的。对。其实从发球、接发球这个环节来看，其实在第1局康体的发球确实是蛮有威胁性的。那以接发球来讲，3大其实真的是错过了一些机会。是，因为不然他们其实中间手的玉林，他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能力哦。那因为你接发球如果没有到位的话，玉林就用不到啊。对。那玉林没有去发挥它的作用的话，你要再把球配给恩德的话，那恩德又更难去得分。而且你的选择就变得很少。是啊。接发球还是依旧没有到位。哎呀，非常的惊险！哇，这其实又有出现了在往前一些比较混乱的状况。对。哇。哇，康体在这一波啊，这个分数是持续的上分，现在来23比14，哦，快要接近第1个 set point。好，这个至少气势不要掉。高普林3-7的后排攻击得分。3号3大有先起的第5、11号下，30号赖建豪下。赖建豪回到场中。陈玉麟的发球。好，所以康体的第1个 set point 出现了。台北康体起的第5、15号下，20号林阳成上。康体这边做一个对位换人了，杨成上，而且刚好轮到廖鸿生发球。哇，这一球其实在时间上面选择，就是彰化3大有限今天他往前处理的比较到位的一次了。对，但是其实前面的这些发球其实还是不是那么稳定的感觉，对对对，有点抖。对，救了金简。第2次。后排处理球，时间硬生生，中线被拦回对方的场地，所以在第1局台北康体以一个比较大的差距25比16，先拿下第1局1比0。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
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整个第1局的数据哦。其实，在彰化三大有线这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那么篮网没有得到任何的分数。那另外康体这边，就像我们讲，在第1局的开盘时呢，因为在对方的连续失误方面，其实很快的拿下分数，所以对方失误他们就拿到了9分。那彰化三大有线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他这个攻击失误的这个分数啊，这个一来一回赚的可能还不够花的，这个就很辛苦啊。没错。而且从这个数据其实看来就知道，台北康体这边的攻势是非常多变化的哦。那三大有线因为球没有接到位的状况下，使得可能只能打一些修正球啊，甚至看恩德在后排就只能修正给后排打。是。对，整个就算是三大有线这边稍微比较乱了一些。其实刚才我这个最后这张图就可以呼应到我们在第1局讲到的两个问题哦，就是三大这边他后排的攻击的比例其实是蛮高的哦，相较于康体来讲。第2个是康体他在第1局当中他攻击的组合变化比较多，所以其实在分数上面也确实显现这样子的态势。是。而且康体的李元今天还没上场哦，球队得分王。对，就是因为刚刚其实这灯光已经也稍微开始今天暗下来了。我远处看我还真的没有看到李元在哪里。对，刚刚稍微了解一下，因为他今天有一点伤势哦，对，希望他也能够早日回归。看起来是没有大碍了。对对对。所以稍微在这个属西这边有一点拉伤的状态。哦，这个快攻打得就漂亮。对，做一个平移的逼式快攻，王面整个开掉了。林阳成发球，是一个修正球。救得漂亮！啊！对。哇，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因为其实，在三大有线这边，或许可以用一点声音哦，在后面卡巴的这个字哦，应该要先稍微帮我喊个声音。我记得我们在第一局有讲到，就是在声音的沟通上，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对。我的运气其实蛮好的，哇！康体刚才在这个板凳区啊，这个球员就开心的不得了，是捡到一球。触网好，至少不管怎么说，先强攻拿到分数再说，有分数进账最重要。是。三大有线其实，在上礼拜的比赛也是有拿下，也是开胡哦，对上美金农哦，也是有顺利拿下一场胜利的哦。对，我希望他们可以把当时的那种胜利以及那种积极感，把它表现出来哦。哇，但他们接发球的问题真的还是要解决。是。哇，这个发球又挂在网上，哇，直接把发球权跟分数都一口气送给对方。好，这边同样也还了一个发球给对方，两边同时发球挂网。我们讲到上礼拜三大有线哦，事实上在这个面对云林美金农，其实赢得蛮惊险的，一开始直落2，第3局、第4局被拉回来。是。战术的执行度跟完成度，现在台北康体这边确实还是做的比较好。对，整个在搭配上流畅度是很好的哦，然后再使得就是在前排的大界陈介廷这边拦网，因为他也算比较矮小，所以在拦网方面稍微吃亏了一点。5比3。重新组织。玉林的发挥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其实在玉林在整个三大有线的攻击也算是一个重心哦。那如果他这一点没有起来的话，
其他的攻击手就会很难打。那他要怎么起来？有球要接到位，才能够做中间的快攻搭配。其实说真的，这个很基本啊，因为其实刚才你这种基本的分数，你一定要先拿到，这比赛才有可能对抗。对，基本分数拿不到。 就像我刚刚讲，最基本的接发球，或者是基本的战术、基本的沟通哦，这些环节都做到之后，其实才来讲第二步比较细节的东西。对，甚至发球也很重要哦。你看你能够破坏对方的组织攻击搭配，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其实都知道该怎么做啦。对，只是在看大家的临场表现怎么发挥的。哦，看看这个发球接得稳，你其实在前排的机会就会出来。是。 好，第二局的开始，双方咬得蛮紧的。陈玉玲发球，好球。对，应该是判了一个出界。对，那这个意思有到了，是，那比较可惜。 哎呀，大了，很长了一些。哎呀，这对球的掌握度哦，其实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场地每个礼拜都在变啊什么的，但是球员就是本来就是必须要有很快的临场的适应场地的这个能力哦。对，而且其实没错，苗栗今天已经是第2周了，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要对这个场地算是有一定的熟悉度哦。哦，你看康提的7分有2分是罚球送的。哎呀！ 这是在接发球上是没有配合好的，你看我，我看你，到底谁要接呢？其实你看台北康体，他目前得到分数8分当中，其实有2分是因为这样沟通上面的问题造成的失误，对。然后有2分是你的发球，一个挂网，一个出界，对。所以等于说8分有1半分数是你送给对方的。有时候失误其实也很看状况哦，像这种失误就会比较伤士气哦。对，这个是最可怕的。对，你说是来回坡，然后有一个攻击打失误，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但像这样子不必要的失误就很可惜啊。否则第2局现在以开局来讲是5-5开哦。两边的这个态势并没有太悬殊。对，所以比数才能够来到8比7。对，也就是说，即便你这么多失误，对方分数也没有拉开，所以其实就不要想那么多。对，就往前看嘛。对，是。哦，这个发球。 相对来讲就发的蛮有威胁性的了。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刚刚这颗球还是要有人来卡吧？怎么都没有人继续这个动作呢？对，所以其实裁判也都还没有吹哨，就是不能自己当裁判。8比8。还有卡吧，还有，可惜。对，至少这样子的连结跟的动作一定都要有。对。 好，这边换成台北康体请求暂停了。哇，彰化三大有限其实连拿了3分啊！其实我们刚才在前面2个 play 时候提到，其实自己失误的送给对方太多的分数。但最近的这5分，我们看到彰化三大有限这边呢，其实他的分数都是来主动性的、主动的出击哈，拦网拿到分数，或者是在这个接发拦网，其实就。 我们记得在第1局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拿到任何的分数。对，这个部分其实，在第2局其实是有修正的，蛮不错的。是。起伏一定会有啦，我觉得一个球队不可能每一天都是一样很好的发挥。那你们要怎么在一个非常低潮的状况下，怎么样拉回来？而且要用最短时间哦，赶紧的拉回来，这就是一个课题哦。先把气势拉起来。是。 滑，这球也没有接好。哦。哇，这个来回其实双方现在都有点混乱了。是。哎呀！像这就是不能失误的攻击哦。两边球队都年轻哈，都会碰到乱流。对。但就是看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乱流赶快止住，所以这边用一个换人的方式，好来试试看，做一些不同的调整啊。 换上3号的郭博义，出网过，
这边再攻。这个后排攻击，台北康体拿到了这一分。哇，其实今天如果你看康体从中路后排的攻击的得分率其实蛮高的，好，从第一局到现在，他们的发挥感觉是比较平均一点的哦。对。 我就记得刚才在第一局的时候，梦话有讲，在三大有线这边其实就蛮依赖陈恩的，是，所以其实，在攻击上你就相对不能说比较好预测，但是你就比较知道说他们大概率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发挥。对，但其实，在队中本来就应该要有个 super， 就是一个最强的一个主力攻击手。那这个最强主力攻击手通常都是在关键时刻，他可以绝对性的得分。 那我觉得现在可能一直把球塞给恩德，他自己其实压力也会很大。到关键时刻，他还能够得分吗？未必，因为大家都会注意他了。对，这些都是配球以及整个比赛的一个故事性啊。对。就如果我们看这个得分的分布，其实，在第一局结束的这个数据也很明显哈，就是在康体这边在攻击上算是点点开花。 那在第二局这边，他们自己的状况就比较多，是整个数据都很明显，直接把第一局的就是牌面都写得很清楚。对。好，从4号这个位置拿到了分数。对，浩博这边把球点有。 追到球的最高点来攻击哦，打一个长线的攻击。然后三大有线起球第58号下，77号吴国强上。张廷汉下，吴国强上。其实，在第二局双方也在换人上也都比较大胆，也用了比较多的球员了。是。 康体这边要挑战是看自己的选手有没有触网哦。台北康体起球挑战。康体在最近的这一波操作连拿了4分，从落后现在又打到领先了啊！这个时候再提出挑战，在第一局的时候我们还记得那个挑战完之后就猪羊变色，对。当时我记得是2分差还是3分差，是。但一挑战之后那分数就拉开来，就第一局大概就这样大势第四。是。所以有时候挑战的时间点这个。 有时候教练挑战他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当然。我有时候我是真的为了分数，有时候我可能领先很多输很多，我可能是让选手休息一下，或是拐个气这个其实都不一样。对，但很明显的确实是有触网哦。对。确实是触网哦。第一时间我刚刚梦话还有在这个主裁判这边其实就做了就是很明确的那个手势跟判决，所以看起来应该没有太多悬念。对。也确实很快就完成了这次的挑战。是。 球，没错，在这一个前排打一个快攻往后拉的一个 bug 确实造成了三大有线这边只有1支拦网的情况下7赢得分。康体在这样比赛的快攻的成功率还是高过对手三大有线。丁阳成球有到位都 OK 啦，其实对。哎呦，这球接的真惊险！哎呀。 哇，这个接得很惊险哦！后面的队友其实也不好操作。对，我觉得或许他们现在是要先把接发球的范围先给稍微划分一下。是。哎，感觉就是三大今天在接发球的重心，我觉得好像都还没有到定位，整个重心就拉起来太快。 对，而且会觉得说，他们的位置划分没有那么明确，像刚刚就有2个人可能不清楚谁要接的这个状况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要很了解自己的队友他在什么范围下会接什么样的球，这问我就专业了，对，因为我们以前在接发球，我会知道我的队友会接怎么样的球，或是关键的时候我叫他跑，我帮他补位接发球，这些等等都是其实都是默契哦。所以这个。
哦，这个我就讲到我们刚才在聊的话题，说这个东西是好，如果说你们是比如国家队选手或者在台电打了很久，所以你们是靠默契、靠眼神就可以知道，还是说你们还是会稍微出个声音？还是会啦，还是会出声，因为其实有时候出声算是一个连结吧。对，你不可能都闭着嘴巴不讲话，但是不会很复杂，对不对？当然不会，对，简单扼要就是讲清楚、说明白这样子。我来，或是你的，当然，对。好，这波双方互有来回哦，偏低了一些，重新再给，哎呀，有点混乱，对。好，哇，这次总算在网间决胜负。哦，我们看一下双方节奏有点惊险，这边一度是5打6，哇，不过还是硬是把这球给扣过 Power Play。好，三大重要的1分哦。对，这边是判了一个 touch out。后排攻击得分，目前比数15比12，正胜瑞的发球。好，第二局的中段哦，3分差距，尤其郑胜瑞这时候又有发球权。快攻！重新组织。哇，出界之后，现在来到4分的差距喽。对，其实来到第2局的中段哦，其实会有点明显的感受到三大有些比较偏向是分数停住了哈。对，然后有点像是在打个人战的感觉，是不太像是有连结的一个队形的感觉哦。哎呀，又是这个接发球的问题。哦，哇，看这种对士气就伤害蛮大的。对，哇，真的失误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点点失误是没有关系，但是2个人没有配合好的这种默契失误，我觉得是真的是最伤的。这个在第1局的一开始，三大其实还有领先哦，一开始10比8，但近期呢，这康体拿了9分，那三大只拿了2分，所以变17比2。发球挂网，好，还有一点机会，这个时候送了1分，同时要回发球权。钟敏化，好，回救场中。好球，国强。国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打中球了，我等他打中球等好久哦。他其实以前应该说上一届的企联，他是当先发的时候最擅长的就是打这种拦网的穿越球哦。对，其实，在三大有线这边拦网哦都没有把握到康体这边的搭配进攻哦，应该是他们要在当下就要马上提醒队友说，哎，对方可能会打什么，甚至看对方的攻击路线来去提醒身边两侧的拦网来帮忙补拦啊，这些等等的这些提醒都是必须要有的哦。好2。对，连击犯规。对，是。刚刚时间突然似乎凝结了半秒。对。哇，在第2局的中间开始，状况就比较多了。是。哇，这个分数现在又变成康体有一些比较安全的领先范围哦，19比14。哇，国强的这一个斜线重锤哦，确实也是有相当有的磅数哦。好，这球下了重手。
后排处理球。虽然这颗是得分的状况嘛，但是我觉得在搭配上，像还是没有那么稳定哦。对，感觉给玉林的球可以再有一点速度哦。哦，不过这边康提倒是在接发球这边，其实在哇还是喷掉了。你才正要讲是不是你的问题？不过至少是他们在接发球前，他们其实彼此是有会讲哦。对，你看，其实在是对他们其实在这边其实是有互相交代的。对。台北高一起球第53号下。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接发球虽然喷掉，但其实在对方要发球之前呢，我们就看到刚才是郭博义啊，就是指挥队友站位。是这个其实是在今天康提做的比3大好的。非常惊险的一个 play， 快攻，正面，后排拦，国强，对，其实已经蛮多颗的，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有些球是不能得分的球，但是绝对也不能失分。像是这样子的例子，就是你可以去处理点，可以处理给举球员接等等，这些都是大家其实都知道的技术啊，只是你可不可以在临场中去做，这代表是你能不能够沉住气哦。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其实只有3分差哦。哦，还是有机会。哦，打得很聪明。抓紧时间，他掉在前排的后段。21-18。哇，这球。硬打，有没有机会？小心！不过其实这球3大有线接的又还蛮精简的。是。大家为台北康体的平静来点掌声吧！旗鼓球员们小心安全。视线也闪都闪不了哦，因为有时候其实球真的太快了哦。对，而且现在就是男性球员的爆发也都很好，所以一切大家都要小心。这比赛的一部分。对。19-21，最好的机会。哇，这次发球很有威力啊！先过网，来，好球。其实彼此都有点着急，对，想要快速的拿下分数。对，是没有一个人是缓缓的、慢慢的把球垫好，包括很多呛子，其实大家都接的有点差。两边其实，在第2局都碰到了一些乱流啊。是。康提在请求暂停，在这段期间反而是彰化3大有线占了上风。我们看在最近的这个分数比上面。在从15分过后，连拿了6分。那康提这段期间呢，其实只有拿到2分。那3大有线张廷翰这边接了不少的球。那另外康提这边当然是郑胜瑞。接就对了，我们3个。两队都还有剩1次的可以请求暂停的机会。那另外在替补上面换人都还有一些空间呢。20-21，有机会追平。也是一样在往前的快攻。对，其实几波其实他们在用力的攻势下，其实3大有线都有防守起来。那现在反倒是做一个压球的一个技术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林胜恩发球，
快攻，好球啊！哦 ，save， 哦，我以为有一点鳌赛的状况，有点像。对，所以康迪这边提出了挑战，硬赛还是鳌赛？挑战相互为界外球。好，同样哦，在今天康迪过去的挑战呢，50%，第一局成功，第二局失败。柔弱击头照到你可以挥手，一个爱心。球出门，感谢你们的插地。今天讨论晚餐是什么？好，司建员在一开始就认定是在界内。看一下这个回放，确实有压到了身上，压在线上。对。好，所以在第二局的2次挑战都失败。好，3打有限，21比22。第二局的局尾。完全在后排露出了个大空档。对，尤其是在拦网这部分哦，确实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哦。台北康请求替补20号下15号张家伟上。我刚才在场中6号、1号这个位置是没有人。对，因为其实跳起来 no call 状况下，其实大家其实也动不太了。对。打得确实蛮聪明的哦，同心要回了主动权，23比21。冯品恒上，哇，这发球平推，直接被拦回对方的场中。又出现了局末点，第二局的 set point。这个被拦得死死的，没有机会。好，彰化3大有限，请求暂停。哦，其实，在这一局，康迪在第二局局中是把分数稍微有点拉开了。不过3大有限其实后面其实追得蛮紧的，其实是有机会的。对，因为其实，在3大有限在第二局的情况哦，来的第一局就是很多的是发球以及接发球，甚至是攻击是有失误的状况。那第二局呢，他们接发球依旧还是没有好转的状况下，攻击倒是有比较稳定的表现哦。是，对。比赛来到赛果点。波奇刚刚看到，在目前得分这个累积2队比较多的选手啊，其实也要呼应到刚才梦话讲，在这个康迪这边得分的这个应该说选手的组合比较多，他的攻势比较分布的比较平均。对，没错。像廖鸿生也拿到了6分。好，所以在整个第二局 set point。第一个局末点就拿到了，目前台北康体在前2局打完，取得了直落2，25-16、25-21。稍微休息一会，再回到稍后第3局的赛事。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第2局的相关的数据啊，这个相对就跟第1局比较起来比较正常了。两边的包含攻击失误、攻击率、拦网得分、发球这些状况其实差不多，但真的主要就是在失误，特别是在第2局的一开始哦。彰化三大有限送给了台北康体一些免费的分数，那失误的分数差3分，最后是25比21，就差4分，就比较可惜。那在攻击上面，第2局的彰化三大有限攻击的位置分布的也比较平均哦。是。不过就是还是稍微落差在于接发球的状况哦。球接不到位是一种，但是他们会有2个人不知道谁要接球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是要稍微要赶快用声音来化解的一个问题哦。好，第3局的比赛，首先康体先发球。至少发球接得起来，接得好，前排的压力就比较小。对，有了好的接发球，中间手就会被牵制到的话，剩一支拦网，康体就会比较好。哎，三大有限这边就会比较好打哦。对。发球出界。不过在这种直落2的比赛哦。
通常第3局的开局哦，前面的对前面5到8分很重要。对。哦，你看这个其实发球算是发的相对有威胁性，但是接的其实也很到位。对。哦，前排正中央3号位下一个重手扣球拿到分数。在搭配上虽然没有说非常的流畅哦，但是还是用一个经典的方式来做一个吊球哦，改变一下攻击的节奏，也是有效的拿到了分数。其实蛮聪明的。对对，不要硬打，硬打其实也会造成失误哦。对，林阳成的发球。这几球其实康提都有拦到哦，在这个位置上面其实都有抓到，不过都还是成功可以让3大这边拿到 touch out 的分数。长恩德，哇，今天非常的辛苦。硬是被拍回来，还有机会。哇，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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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hustle。对，至少我觉得至少要有这样子的连接是好的哦。如果都像刚刚第一颗球就站着看球落地的话，那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那个士气会差。对。这个发球的力道。对，其实比赛来到第3局了，我觉得3大有线这边，我总算比较看得到他们上礼拜的那种活跃感。对对对。3大有线的这个比赛今天看起来起伏蛮大的。是，当然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其实大家年轻，但是他们算是成军比较少，比较没有那么长时间的一个队伍哦，在于稳定度、细腻度就会来得有限哦。对，你看上周其实虽然说达到了决胜第5局拿到分数，不过一开始是直落2，是被硬追2局回来，对，哇，差一点输2追3。好，刚才出界，所以3大有线持续发球5比3。从后排，哇，在正面扎扎实实被拦回去，这是3大有线的好机会。对，其实从开局来讲，3大有线这边确实也在发球上有做了一些加压哦，给康提给康提的一些压力哦。好，我发球挂网。感觉3大有线今天在追分上或是在得分上连续得分不是没有，但好像要扩大战果的时候都会停住。对，就其实有点像是你要点燃这把火，但是又被自己给吹熄的那种感觉。对，其实球队在不顺的时候就容易这样子。我觉得恩德也是很可爱啊，他总是就是很鼓舞着大家啦。对。好，还是从后排拿到了分数哦。陈玉玲发球7比4。没有注意到，对。啊。柯宗福这边在前排应该要再强势一点的做拦网动作哦。对。对。这有点大意了。对对对。就最怕这种理所当然，觉得哦对方其实就还会有举球的动作。对对对。哇，这个时候也发球还给了对方分数啊，但其实就很怕，就像刚才陈梦华讲，自己当裁判或自己去判断对方要做什么。对对对。
就帮对方下决定。是。确实，在这几波的3大有限哦，感觉有慢慢的稍微沸腾一点哦。对，这一局的几个攻势上面，组织性其实是比前2局看起来是有明显的一些顺畅多了。对。康提这边再度请求暂停。我们看到在康提这边得分比较多，当然还是张浩博了。那另外郑世伟跟廖鸿生，那另外陈恩德这边就一枝独秀。刚才就梦话也讲，就很可爱，支撑的球队，分数基本上是扛住球队。你看庄子琳跟吴国鹏加起来还没他的多。但就是像开局有说，队中的一个 super 这个角色来讲，他是主力没有错，但是真的不能球都一直配给他，其他人也是要帮他一起写这个故事啊。其实我如果说纯粹我们以这个战术战略端来看的话，其实在接下来这几个 play， 其实设计一些好的机会给其他队友会是一个蛮不错，因为这时候他会把重心放在他身上。是。哇，先过场。哇，很可惜哦，其实。这个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对。好，康提的李冠伟。6比9。还是从后排不断的攻击哦。对，后排的子琳哦，这边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善于跳跃性、爆发性的一个选手哦，所以他跳进来打后排，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今天手感也蛮好的。对。靠网哦。康提在这几波的变化还是比较多一些。7比10，林胜恩发球。哇，想要靠发球直接拿到分数啊！其实第3局的开局来讲，其实比起来3大有限这边，确实在接球啊以及攻击这部分，已经比较没有那么多个人失误了。对，所以才能够让比数现在已经有一个11比8的领先哦。我今天康提整体在快攻的命中率跟成功率还是高啊。对。一些虽然可能比较配不好的球，还是做一个处理球的清掉一个小球，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对。我们看一下，应该是他举到，是，对。稍微可惜一点，在子琳这边应该是可以先出手来把这颗球接起来的哦，因为他在网边其实刚刚也没拦网，他应该退不起来守小球等等的，所以应该是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在哪个状况下该做什么事情，不能停在原地都不动。9比10，还有，哎呦，就像这个情况下，每个人都不能停住，包括不用接球的中间手也是要注意这种球哦。刚说完马上就，当然是有一点运气成分啊，对，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对，是。
甚至也有可能是自由球员这边也可以判断到说，哎，他打到网子，你还是必须要有点趋前嘛。对，这些都是必须要把动作做完，直到哨声响起的那个时候。哦，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像刚才的这个发球，因为它比较平推，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梦话讲有可能会触网，所以自由球员他其实是可以先要跟啊，所以在出手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先做判断。当然了，尤其是我会觉得说，这颗球因为有强度，它肯定会爬过来的状况，我一定会往前趋前，就预设这个可能性。对。然后挂网我们就拿到分数，你就不用做第二动作。对。但是如果球爬过来了，我还是有那个动力去救这颗接发球。哇，这个果然自由女神，这观念真的要大大推广。是。10比12。太想要用力打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的状况。快攻其实在于就是出手要快，没有想说要像大炮要打这种修正球，对他反而应该是抢速度，对手赶快抬高起来打一个点，快攻的点就好了。你反而用力了，手又拉了一下，出手慢了就会挂网。哇，又被拦回自己的场中啊！这一来让康帝连拿4分，才追平了。是在子琳这边的打法确实，其实他打了蛮多颗球了。那他确实也是比较爆发性、用力打的选手。那他的打点就必须也要落在自己的头上啊，甚至后面来去做一个touch out的进攻哦，而不是都一直这样子用力打。那你打得越大力，弹得回来越大力。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对。哇，这个发球很有威力哦。从后排攻击，这个真的要把分数先要回来哦，不能让对方就超前，把角度拉出来。庄子琳13比12，第3局双方不断的纠缠，第一波被挡下来，第二波再来。其实我觉得刚才梦话其实讲到一个重点，两边今天的快攻的成功率其实是有一点差距的。对。那就梦话，你看为什么在今天3大组他的快攻的成功率一直拉不起来？第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接发球没有到位，然后再来，其实你接发球没有到位，中间手跑了那么多，或者是球没有到位，它就是攻击的感觉、手感。稍微差了一些，然后连贯起来，对，然后举给他的时候，他又要打，可能就是手感可能还没那么好状况下，要他得分其实也有点困难的，对。衔接度上对这些很多细节。是啊，就像我如果在场上，大家绝对不会发我，但是其实我很怕大家发我，因为我都没有在接嘛。那突然有一颗发来我这边，其实我自己也会紧张，因为我没有在。我不常接发球嘛，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对。对，虽然这颗是打了一个 C 块哦，不过在康体这边拦网哦，深的应该是说他没有贴着网子漏了一些空档出来，对，漏了一些空气出来，是。好，来建豪。今天发球的次数不多。好，一个组织性的进攻拿到分数。康体这边在攻势上面还是比较多点开花了。哇，廖鸿生。对，每次其实看恩德得分跳下来，两手这样振臂的感觉，然后因为我觉得他的脸让我看起来他是比较憨厚型的，我还说比较热血的感觉，也热血，这一定是热血啊，只是我会觉得他蛮可爱的，对，蛮可爱的。他是可以提振队友士气的球员。对，是。
状况哦。对，杨晨这边的攻击哦，确实我觉得快攻出手还是稍微有点慢的哦。对。好，三大有限在第3局局中中段取得领先，16比15。对，刚才提到，其实盛恩这边他的身高确实没有很高哦，不过他的打点哦，确实是可以把球点拉得很高来去做一个底线的攻击哦，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对，另外他今天在选择攻击的位置上面，其实整个判断其实算是蛮不错的哦。对，也不会说真的就是硬要敲进这一分。对对对，又跑，哎呦，差一点。对，哎呦，非常的混乱，还好过网。还有，太快，是不是？对，他都很巧妙的去处理球。对，因为其实在防守这种矮小球员，其实大家通常都会往后驱动，原因是知道他可能会打touch out啊，这种比较那种平飞式的这种技术球啊，但是他反而这时候掉了一个小球，奏效了。哇！结果现在康体取得领先了，又要回主动权，17比16哦。一支，好球！哇，这个没话讲。你这个机会，只要如果说做给陈恩德，他基本上这个位置给他起跳，你如果来不及把这个网面封住的话，应该是拿9稳。对。防守好球，还有机会。再一颗，哇！换庄子琳。对，今天这一波吧，我觉得确实比较像，算是今天3局来讲是最顺的一波，有一个 nice play、nice cut 吧，然后再做一个很好的修正，然后再打一个漂亮的攻击，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节奏哦。对。而且这个是很僵持的时候哦。需要连续的打出好球。对，看这一个这一波的气势可不可以延续到这一场比赛的最后哦。哎呀，这就是我们在第3局讲的，对，就是你连续打出好球，你这个分数已经压过去了。其实你知道扩大战果的时候，要不然就是会挂网，要不然就是在接球的时候喷掉。对，哎呀，对，尤其是发球吧，你可以选择底线的熬赛，我觉得我 OK， 也不要说我 OK， 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因为对方可能会不确定会不会熬赛状况下，可能会去接，这个对对方造成伤害可能比较大。对，但是你直接这样挂网的话，就会比较机会是0。对，好，不过这个分数还好有拿到。是。打了一个 touch out。对，在子琳这边的攻击哦，在康体拦网哦。不要跟着子琳跳，因为子琳的自控能力很好，稍微可以再慢一点点跳哦。哎呀，又一个挂网！天哪！哇！这最近这2分康体都是收到了3大有限的大礼啊。对，尤其是在这个后段哦。Christmas 还没到，感恩节也还没到啊！哇！好，康体杨晨下，嘉伟上。哇，张家伟。这时候在调度上、用人上也是蛮大的。先求稳，发球先过。第2波再来，偏低了。哎呀，不急不急。双方在这波有攻有守。再拦，再给恩德，还有，要敢处理哦。又是一个快攻，对。哇，这个双方，哇，这个 play 非常关键哦。是。这已经到了第3局的局尾了。对。19平，要到分数还重新可以发球。这样，感觉恩德压力有点大，因为刚刚的感觉要他跳出来得分的时候，他没有得分，他自己其实也知道啦，他就。
跟队友说拍谁。其实这个跟梦话刚才讲的，我觉得非常类似哦，就是在你关键时刻，大家就知道这个球是会做给你。那其实我也都，其实刚才你看，在恩德他在起跳的位置上面，其实对方已经布好重兵了，对，我就等你来。嗯。现在三大有线这边挑战拦网触球。 其实这也关系到了，因为其实来到这么关键的时候哦，球一直塞给恩德，他现在得分当然是好球，但是他现在是要挑战，他这个也是他打的，那他打鳌山，那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自信？嗯，对，甚至刚刚前一颗他打了连续2颗都没有得分的状况哦。哎有哦，拦网触球哦，好像是小拇指，对，看起来小拇哥，没错哦。 那既然知道现在恩德是三大有线的主力攻击手哦，那康体这边呢，我希望他们可以做一点造成恩德没办法攻击的事情，例如吊球给他接，对，等等的这些技术啦。就是这个球场很大哦，你可以选择别的位置进攻。对。后排恩德，好来了。对，但他自己压力也很大。对。 哇！就连我们都不用看，我都知道球会给。对，这是一个重要的拦网哦。哇，这个在第3局的局尾啊，从2号这个位置不断的去做攻击哦。重要的拦网，发球出界。 这在第3局局尾，双方不断上演剧场。庄子琳今天拿到11分，攻击的成功率其实也不错，刚好一半。整体其实看起来，我觉得今天康体确实在不论是在接球、举球，甚至在攻击这个点是整个连接的点，我觉得做的比彰化三大有线这边来的流畅哦。嗯，不过这边也发生了发球上面的失误哦。发球先往左篮下来，彰化三大有线起球第5发8号下4号柯宗府上。双方现在非常紧张，22比22哦。柯宗府上。 陈玉玲发球过网，打快攻，还有救起来，好，先过网再说。啊，可惜，看这一波，哎，硬是挤进了这个分数啊。是，康体这边真的要再非常的注意一点、细腻一点哦。 刚才其实错过了一个机会。对，没错。3号下1号万伟上。真的打到现在，我才觉得三大有线的攻击、接球、举球攻击，感觉没有那么抓，就是比较顺了一点。对。所以陈玉玲能不能一路发到局末点呢？ 哇，一样哦，对，还是一样他们的快攻的方程式。对。台北康体起球第55号下20号林央成上。23比23，再度把杨晨换了上来。 廖永贞今天的进攻得分率略低于40%，这就发的有水准。对，拦网有点太早跳，我想说怎么跳这么早啊，顺恩。
但在后排防守哦，确实要再早动手一点哦。他站在拦网的后面的话，这样防守区域就没有划分得很好。好，三大有限的局末点出现了。硬生生硬生生正面被拦回对方的场中。哇，第一个局末点就顺利拿下，25比23。所以三大有限至少在第3局扳回了一城。所以在3局呢，目前是25-2、25-16、25-21跟23-25，3局打完，康体2比1领先。稍微休息一会，回到稍后第4局的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看一下第3局哦。其实如果你看彰化三大有限它的数据，第1局、第2局、第3局其实是慢慢在进步的，特别是在攻击失误的比率，然后攻击率62其实蛮高的。是。那在这一局当中，对方的失误得分两边几乎是拉平的。特别是在攻击上面，三大有限在这一局拿到的分数，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打进。那攻击的成功率高，从陈恩德开始串联。那在刚才梦话也提到了，在这一局他们，特别在第3局后半段啦，这攻势上比较组织，对，比较有效率，确实是比较有连结。对，而且也没有来的前几局失误这么多哦，在一个稳定的攻击状况下，所以才能够造成这样子第3局又拿回1局的状况。对，你看刚才这个 chart 就是这个分布图，虽然后排的比例当然还是高啦，但是其实跟前2局比起来已经比较平衡了。在前排篮网拿到的分数就渐渐进来了。是。对，康体这边的举球是后排哦。对，不过我们邱老师还是眉头深锁，这一局可能要再有更好的表现，才能让他救出来，才能笑出来。对。好，对，这颗稍微有点靠网了哦，但我觉得申恩这边，我觉得或许他可以打一个直线 touch out，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哦。今天确实在康体这边少了李源的下场哦，因为他今天确实是属膝上有点拉伤哦，所以整个战力上绝对是有差的哦。对，其实特别在第3局的后半段就感觉得很明显。对。哦，前排这边还没有站起来，对，有点危险。还有吗？有没有机会？小心！我觉得要提到一下，在这个桃园抱歉，是苗栗巨蛋体育馆的这个光线哈。其实因为它白天的时候它有这个自然日照，那现在其实已经是完全是天黑，就靠着这个天顶的这个照明。那其实在傍晚4、5点、5、6点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最 tricky 的。对，就是它有一点有点自然光，那又有这个灯，就是室内灯又才刚开，所以在那个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亮，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亮。对。然后那个球在空中有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好掌握。没错，但我还是要说，其实比赛场地也是一个重要关键，因为其实你去国外打国际赛，也是要适应各种场地，没有人在挑场地的，而且双方的条件都是一样的。那我觉得也不用，因为其实我也会看到，就是可能有球迷说，哦，这场馆怎么打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不用想那么多，因为大家的状况跟条件是一样，你去国外也会有。我反而其实觉得场地的一些状况不一样，它是会很多乐趣。是，有时候那种打很高的球啊，你就可能会看到选手不小心接歪，怎么等等的，那其实是考验选手对于场地的一个熟悉感。你有没有办法赶快在临场中调度回来哦？好，三大有限在第4局的开局开得不错哦。是，一开始4比1。刚才一个底线发球出界，林胜恩发后排，这球硬是被挡回去。对，抓到了这个拦网点。吹了一个连击哦。对，刚才时间又仿佛停滞了半秒。是。场中所有人突然又停了下来。对。主裁判响哨之后，让康提这边拿到了分数。
也连拿了3分。再交给车恩的，对恩的这一颗的攻击哦，因为他其实他的在行的位置是在8股以及这个后排老3的部分哦。他刚刚大炮其实也把点拉高了去做一个手腕的运用来攻击哦，也是相当的聪明。哦，这球分数拿的是很精简的。对，但像在三大有线的队长跟裁判argue说，康体这边的举球也有2级的状况哦。吴国强这次的这个申诉啊，没有收到效果，4比5。是。看起来这颗三大有线会来挑战界内界外。哦，触及标志杆哦，想要挑战对方是否有触及标志杆。蛮意外的哦。哦。不过很像是状况是没有要给三大有线挑战哦。哎，也没有暂停哦。对。主审的裁量权啊。是。今天还是要给主审一个帅的版面，因为今天他生日，我们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对。11月16，那这样应该是天蝎座。天蝎座，对。天蝎座型男。是。哎，聪明。有点过往看看。是。对。康体这边有一些意见。对，他们会觉得说这颗球是没有整颗过网的状况哦。但其实为了避免这种争议球哦，其实三大有线这边最好还是要做双手的去做一个拦网的动作。因为你单手就有点像是攻击。是。那你去打这颗球，就代表你攻击了这颗球。但如果你是双手，你是去防守拦网这颗球，争议就不会那么大。对。现在来到康体的发球。发球还是挂网哦，双方在一开始第4局局出发球也都各送给对方的分数。靠网哦。这个应该就没有什么争议了。对，有一点点觉得在这颗球有点是已经要过网的状况，又捞回来哦。再看一下重播。对，确实对已经过网了。确实是。7比6，发球挂网。哇，这个今天我们看到，不论是邱老师、林老师，两边都眉头深锁。是。后排救。后排恩德。哇，大家都很有拼劲。是哇，这球他的爆发力完全展露无遗哦。是。哇，从后排杀出。稳稳的帮球队要到分数。发球。没问题，因为这支确实已经骗到了对方拦网哦。三大有线这边只有1支拦网，轻松得分。
张浩博发球，今天的主攻手，哇，敢处理，敢处理，哇，再救，后排攻击，挡，前排打得很巧，陈的再来，有没有机会？对，好，救回来了，争取时间哦，好，双方重新站位。 重新部署，来一个，还有，哦，精彩，是，好，一样，强子 ball， 好，这边快攻，换康体来一个，被硬是按了回来，哇，这次的来回非常的精彩。或许康体在这个举球哦，我觉得或许可以不要举给快攻的原因，是因为在一个 chance ball 对方拦网是一个站着静止的静止的动作的时候，要去拦快攻，他很好拦。但是如果他跑一个 A 掉给长球，那中间的拦网者就会被他骗到嘛，这样子是另外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啦。不要让对方以逸待劳啊。对对对对对。 哦，应该是后排有踩线。资深队的后排踩线。台北康体请求战。主审的眼睛也是很利的哦。好，康体这边，林宪成老师再度请求暂停。哇，今天其实在4局当中，几乎都是康体这边先请求暂停。 是，这时候分数其实被彰化三大有线渐渐的拿到了哦。你看在最近的这个分数上面，从双方7比7之后，三大有线这个分数呢是5比1， 4比1。在今天哇，吴国强接了不少球，那郑胜瑞当然这也是他的工作。对，国强本来就也是攻守俱佳的一位球员哦。 好，暂停回来过后，持续是由三大发球，10比8，带着浓厚的企图心要逼入第5局啊！哇，今天其实林胜恩老师说他在整个攻击节奏上其实拿捏的是挺不错的哦。对呀，是。整个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是蛮好的。对。 特别是在第3局、第4局，主要是他的点是够刁钻哦，不会都只打同一个点，是。而且长球、直线、斜线，甚至是就是中间地带的小球都有运用到，所以其实要守他的球，就是会去多思考一些哦。林阳成的发球，这一次硬是被挡出了线外。对。 国强这样子的攻击很棒，我一直就是留在他去年上届就是企联，他都是用这种打法，你知道吗？对。哦，这个接发球接得挺惊险的。是。还有。好，这波守住。 好，把球打高，争取时间站位，来一个！他这个跑位是已经快要9米，也没有7米的一个横移来做一个 C2 的进攻哦。哦，他这个点真的打得很灵活。对，因为毕竟他身高不高，他必须要靠他的个人移位来去得分哦。 好，另外滞空的时间也够长，是。这延展性的观赏度也非常的华丽。对，又年轻哦。 难怪可以跑这么远，我充满羡慕的。对我听得出来这个语气。好，三大有线这边要回了分数，12比10啊，双方在第4局要维持在2波球权2到3分的距离，不断在拉扯来回啊。陈介廷，今天算是在三大这边发球比较稳定的选手。 前排已经先有触网的犯规。
徐胜恩的发球。看申恩的发球。这次发球接得非常稳，接完回救，后排敢打，对，打快。我感觉这次在过网之后，我们看一次，哇，其实是平贴网而过哦。是。跟张浩博这球在这个下来之后，其实他这个拍拍自己的胸膛，对，然后就有点自己好像觉得有点惊险。对对对。哦，这球又拿到分数啊！哦，最后还是选择放掉啊。对，这边康体提出了挑战界内界外。台北康体起球挑战项目为界内。大线的粉丝，感觉是大线的。刚刚被压在线上哦。是。哦，谢谢阿贝的挥手，非常热心。 双方在第3局的时候都没有提出什么挑战哦。对，我看这一球，确实差了一点点，对，真的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对，哇，这个支线员真的眼力真是好。鹰眼，这鹰眼挑战系统啊，对，挑战系统，对。所以这挑战失败，判决正确，是13-12，国强发球。 Stand up, now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好，把分数要回来，维持拉锯。廖鸿成发球，哇，这个机会，这个做给陈恩德，对他这颗很凶哎，真的，对。 感觉很像跳起来没人拦网的感觉哦。而且你看下来这个动作，是非常有气势。对，但不得不说，在大界界艇这边，在就这一颗修正举球也举得很好哦。小心，小心，小心！强攻强守。第4局，这应该是今天目前打得最焦灼、最精彩的一局了。 感觉第1局、第2局3大打起来有点 sloppy， 是。好，第3局的后半段开始有一些起色，是。哦，第4局现在双方就真的是5-5开了，接球也比较稳定了。对。裁判是判给了3大有限。打得非常深远。陈恩德拿到这一分。 哇，今天得到23分呢，是嚯！而且这打得多之外，攻击率又高，50%以上。张浩博非常暴力的拿到这一分。好，机会做出来了，这分数就稳稳的吃下来。双方在近期是你1分我1分。 对，感觉来到第4局哦，这个比数16-15，大家比较想要有赢的这种霸气感，总算是比较有一点喽。对。哎呦！接连2次快攻都被对方破解了。是。哎呀！ 其实有一点是取决于康体这边的举球哦。其实举球很巧妙，是
你可以举这颗球让快攻打右边还是左边？对，举球员可以去操控这一切的哦。那你看，像刚刚那颗快攻，它有点是举在对方的拦网手上，对，正中间。攻击手就比较难去做选择。他没有什么，就是他没有太多可以选择的角度了，他只能往正面硬切、硬上这样子，切他中路。对，攻他中路，切他中路。洪师傅对，攻他中路。有年代你不要对，会有。哇，你的笑点好低哦。因为我不想，我觉得有年代啊。洪师傅嘛，攻他中路啊。没错。对。好，18比16。好，三大有限2分领先哦。这时候2分领先，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一起到了局末，看前排有没有 touch。对，这个时候又要来提出挑战了。对，也需要，是，因为这个分数现在到局末3分差距就稍微有一点大了。是，那如果挑战成功，要回发球权，要回分数，那又是另外一番局面。右城其实这样也蛮可爱的哦。对，他的照片充满了创意。看一下，看起来是有感觉是终止。好，挑战成功。是。这个挑战就真的很重要了，很重要。整个比分差就有差喽。对，而且你又要回发球。是。回到1分差。李冠伟。平贴，郑恩德来了，但是这个够凶哎，其实这看起来像在打前排了耶，对。但是丝线员，我们看一下这边，对，其实他也很飞了哦。哎呀，对。搭配上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失误哦，大介给他的球稍微真的是太飞了一点点，有点开。对。又是一个平贴球，再一次，还有哦，还没吹哦，第二排再攻，还有再攻第3波，要有耐心一点，第4波要有人卡吧。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方式？但是，看一下，但是裁判这边首先是判给了三大有限，以为是康体这边打了一个奥赛。但是康体这边再挑战，对拦网触球哦。哇，今天我们林显成教练的挑战的成功率其实蛮高的哦。对，这就其实有一点，先大家稍微回想一下，其实刚刚这颗球的卡吧，应该是能够好好卡吧的状况下，是不应该把球接在网子上哦。这个应该是没有了哈，很明显的画面。哇。这个挑战失败。对，这个关键球康体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对，球权转换，19比18。现在主动权、主导权回到彰化三大有限这边了。好，陈介廷发球。好球，对，虽然这颗球其实接发球稍微有点靠网了，不过举球员也是在帮忙接发球的这个靠网的状况。那圣恩德这边其实他也是打了一个长线，没有硬打下去就没有失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后半必须要表现的一个技术哦。是。林炫恩的发球。接得漂亮，不急哦。哇，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数哦。是。哇，对康怡来讲，把分数总算是压了过去了，在整个第4局是苦苦追赶。在前排4号位下了一个重手，有没有可能康体在第4局反而是演出逆转呢？哇，从
16-18开始追起啊，落后2分，现在反而是1分领先了。那康迪的挑战其实用光了，是2队都还各有1次的暂停可以使用。彰化三大有限这边同样啊，就是陈恩德跟庄子琳的 1-2 punch， 特别陈恩德基本上是得分的保证。是，不过现在就要看说机会能不能做给他，或者是对方在选择攻击的路线上，就会不会就是尽量制造不要让他有太多触球的机会。对，康体这边当然选择就比较多，好，但是这有好有坏，大家很平均。但因为今天李源不在，所以也不像彰化这边有陈恩德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的一个点。没错，所以双方就是看在这个上面去各自操作。没错，没错，没错。以及最重要是大家的失误率，对，非常重要哦。哦，这个发球，恩德的高点还是要先出来哦。再来，不要再往下打了哦。哎呀，这经常是2次，换一边，再来。有，太急了这颗球。好，先过。再攻，触网哟！哎呀，这连续攻了4波，哎，对，这连续都被康提一一的挡了回来呀。浩博这边也太急了，已经先有一个拦网的触网。是。好，把分数再回给了三大有限了。好王往上这一球，救的应该说接的非常惊险是哇，但这个发球确实发到了一个哇，感觉上好像在沟通上面也有一些，感觉是接发球的区域没有划分的很好，是。好，这个时候要请求暂停，所以康提把他的暂停都给用光了哦。好球打什么，坏球谁要打？康提也是在积极的想要拿下这一胜哦，看可不可以做一个开壶哦。好，最后就是比稳定度了哦。是。刚才比较可惜哦，在接发球上面这个区域哦，其实没有划分清楚。哦，刚才陈佑成其实他去接了这一球，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造成在这个后排其实有一部分空间就露出来。是。发球竟然挂网，哎呀！吴国强手摸额头，对，哎呀！比赛重新开始，是2-1比2-1。廖鸿生今天在发球给对方造成不小的威胁哦，想要直接勾，哎呀，好可惜！这一球在后排，凤华觉得如果选择，因为我觉得其实要守也没关系，因为其实这颗球有一点点需要。我不太确定这颗他们会觉得是outside safe，但是既然你要守那么长的话，那你就更应该要早点到位去做防守的移位，而不是边跑边到位才要防守。对，就如果这个位置在早一点到位的话，对，有哦，制造攻击机会，还有不急，在高点打球，一直做，看一下。啊，那个修正就没有修好，可惜了。恩德来了，确实就是要有这样子的故事节奏啊。是。前面先不要给恩德，最关键的时候给恩德。刚刚他一直在寻找他的机会，其实他也一直在看队友说能不能够把球做过来。对。哦，但康迪这边也很聪明哦，尽量就不往这个角落去做攻击。是。好，2-3比2-1了，哇，拿下重要的这个分数哦。有点靠网，会造成的三大有限的机会。还有，把鼓摘一个，好往后，哎呀，确实在搭配上球是有点平快了一点哦。对。好，三大有限拿到了局末点，哇，这个从20-20啊。连续从20-20开始之后，三大是连拿了4分。那
台北康只有拿到1分哦，确实这段期间，哇，你看有陈恩德他的这个分数进账还是蛮重要的。对。哎呀，还可以，没关系，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是。对，还有2分，好，还有。哇，不过化解了一个举末点。发球压力好大。对。哇，不过最近其实2个分数，台北康体在20分之后2-1-2，其实都是靠对方发球挂网拿到的。是，这时候康体的拦网设定哦，就一定要在恩德的身上哦。这球发球过。再来，过网落地拿到分数。好，三大有线在一开始啊，虽然说被对方拿下2局，不过在第3局、第4局25-23、25-22，追成了2-2平手。我们进入到第5局的5局大战。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再回到气排在周6的第2场赛事。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好，看其实，在第4局哦，康提的失误次数开始增加了。那三大有限这边在攻击跟攻击率上、拦网上面，其实跟前3局比起来，哇，这个算是进步了不少，稳定了不少。当然，陈恩德的攻击的把握度是为球队加了很多的分数啊。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在后面20比20的时候，就真的就这几个 play 其实跟数据上就不太。有这么直接的相关，真的就是比那1、2个 play 临场的稳定度。对啊，其实，在就是比较关键的时候，真的是要比谁的心态强哦。对，而且像这个数据来讲哦，其实这样子的攻击率比较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比赛哦。对，不太可能会有攻击率会有50-60%的，就真的比较少啦。那我觉得也是因为有这样的数据，可以映衬说，哎，其实刚刚那局其实来来往往，你来我往的，就是大家打的比较有热度哦。好，抢15。还有哦，对，没有人吹哨，那就继续，对。还有哦，哎呦好，明成过往再一颗，连续攻了3手，是。陈恩德还是拿到分数。那在前面2次啊，因为打到第5局了，所以双方不管胜败都可以拿到积分了。是。不过在前面2次。好，康体打到了第5局呢，那其实刚好就是在这个10月份时啊，先是呢首先面对在成大体育馆，当时面对云林美金农，比较可惜哦。那在前面3局打完，是上康体区的2比1领先，但第4局、第5局都掉了。现在开始2队总算是有热度了，开始有。那种热爱105度的你那种感觉的热哦，而且林胜恩其实他在攻击上，他其实有比较多的延展，对，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毕竟他的身材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话，他就必须用这种优势、这种跑动哦，来制造自己的得分点哦。哇！陈恩德再下一个重手，Power play。这种就是霸气，这个分数一扣下去，我就是要拿到，是，也会对对方防守上其实带来蛮大的压力。是。在10月份2次康体啊，打到了第5局啊，面对云林美金龙啊，这个第5局呢是11比15啊，最后输掉。那另外面对了卫冕军联庄呢，这个是10比15啊。2次的打到第5局，所以虽然今年还没有开胡，但有2分的积分。是。打得很巧，稍微可惜了一点哦。可惜这个电球没有电到。彰化三大有限的吊球打到了这1分。其实今天三大有限吊球的次数不多。对。这时候突然吊球反而有这种奇袭的效果。但好像感觉是没有配到，对，刚刚搭配上好像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巧。没关系，这个有得到分数，对，有得到分都是最重要，尤其是在第5局。对。哇！对，整个在搭配上就顺很多。是。对。倒吃甘蔗。最后决定改变了方向。对，所谓的那种顺畅度，就是让子琳，就是在三大有限这边的搭配，就是让子琳跳起来，还有办法做身体的转向来打这个touch out，感觉就是很顺畅的。但是在前几局其实看不到这种状况。对，彰化三大有限呢，在上一周啊，其实拿到了今年赛季第1胜，其实也是演出应该说前面2局其实是领先的。那3、4局呢被云林美金龙拿下，那还有在第5局回稳，最后是15比11，在上周开胡，是拿到了决胜的第5局。对，还有先过，对，也是修正。总算封到了。对，看像子琳这一颗，他就是球要掉下来，他才跳起来去打，他就没有办法去做自己的个人技术发挥哦。不过这也算是因为也是修正球，那子琳这边在攻击的起跳点，自己就必须还是要再赶紧的跟上。
廖鸿生这个预测到左手把这球给拦回去。康体发球，哦，挂网。第5局了哦，其实真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失误都是要不得的哦。长了一点，其实有机会会有一点鳌赛的。但最后还是决定要接了。要接呢，还是要真的把它跟完呢？对，已经跳起来了，感觉是有机会哈。对对对。因为其实已经到后排的后段，这个球还没有下落的感觉。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后排哦，你就是这种要接不接，我到底要不要他出界，反而这种球很容易喷掉。当然，而且其实说实在，你其实已经打到7连了，不应该有这么模棱两可的状况。哦，不笃定。对，你这种状况可能或许是在国中啊、高中啊才会有这种心理层面比较。没有那么强势的状况下才会发生这种问题。其实梦话意思可能是说，哦，没关系，我在后排，就算这球有可能会出界，但没关系，我接了就接了。对，接了，那你接不好没关系，那打修正，就是这样的状况而已。对，就总比就是这个球直接出界被对方拿到分数来的好。对，然后就突然缩手，哎，touch，然后这样凹赛就很伤，不干脆哈。对，好，没有关系。这球稍微大了一点哦，应该没有哦，自己应该自己打失误。对，没有压下来。对，哇，那这边一来彰化三大有限把分数是拉开了。对，首先拿到了8分。现在两边换场地，哎，其实我们在打15分的时候，其实也会选边呢。哦，对，有时候觉得哎这边的风向或者是光线来讲，哪一边比较顺，我们都会去选。是，对。但会有这种，当然我们讲这个是比较客观的条件，但是会有，如果说是常去场地，你们会比较迷信说，哎，我在哪一边我们打得比较顺，我们就先选这边，会有这样的习惯吗？如果有比较顺的话，当然会选边，但是现在弃牌就是一开始是没办法选，它已经是赛制都排好了，对。当然我说是第5局的状况，是，对。哎呦 ，touch out。哇，这么一来，看一下哦，这么一来还有点机会哦。是，在大街这边，其实那也很可爱，因为其实去年他是在台电这边担任自由球员的角色，那今年他回归了彰化三大有限来担任举球员哦。他整个粉丝也很多，他的能力跟举球给人家的安定感也很好哦。这球中间在过渡局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到位哦。对，因为接球其实也稍微偏差了一点。对。哇，不过三大有限这边还是请求了暂停，还是拿到了分数。真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哪一边会得胜，其实都很难说。他应该还是8-0那个。三大有限其实还是领先哦，所以这个暂停其实也没有说真的需要交代或修正太多事情，主要是让这个气势，让对方连续上分的这个节奏稍微缓一下。是节奏稍微缓一点点，让球员的心态也就是可能刚刚有点急，那缓一点点，让大家稍微缓和一下啦。对，然后也破坏一下康体的发球节奏。没错。还是给恩德来了，但哇，对，就有点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太把球配给他了，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天的国强表现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发挥啦。对，我觉得还是，当然不是因为恩德失误了才讲这种话，只是我觉得就是必须这个故事还是要写的比较顺一点点，是要这样子写的。
就其实国强也是可以得分的。对，刚才我其实梦话一说，有时候当然我们一定会找我们第一选择，我们最好的得分点，但有的时候如果别人有机会的时候，也不一定要这么刻意。对对对，毕竟有时候在配置这种后排哦，再来回坡再用会比较来得好，原因是因为对方的拦网没有那么完全，在恩德这边得分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一些。这分数拿到3分差，哎呀，防守稍微可惜了一点。哦，康体在这段期间分数也追得很紧。是。哦，这样林胜恩其实打的是非常精彩哦。对。touch out， 这没有办法。对，就是从正面陈恩德强攻。如果1对1在空中比高度、比力量哦，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对，不过很有趣的是，现在恩德来到了前排哦。目前比是10比7。会是一个机会或是转机呢？对，他自己的个人移位是，对，已经逐渐的健身，已经逐渐的晋升到了9公尺哦。哦，对，在前几局其实他都只是跑了一个 C2， 就是在第2时间的 C 上面的一个 C2 的移位，现在直接拉到8股长线这边了。今天好像3大这边对于林胜恩在出球在下手的这个 timing 其实一直没有掌握的太好。对对对，就是像刚才梦话讲，他的高度并不是说真的非常高，但是他延展性跟时间的掌握度，还有他的落点，我觉得在这3个的配合，今天他是做的蛮不错的。对。好，11比8，吴国强。哎呀，这球差太多了。对。一出去大概就知道要打到后排了，打到整个后方的观众席上。对。这一路是打到后面的总广告看板。是。好，林胜恩，哇，今天的攻击率蛮不错的哦，将近50%哦。好，对，我主要其实我看的其实是大界这边的举球，他举出来举起来的球真的是非常让人家觉得很稳定的，也不浮也不躁，然后可以给到每个攻击手想要的球，我觉得是他自己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一位球员哦。所以你看庄子琳刚才在这球最后要往下扣的时候，其实打得也很舒服哦。是。庄秉化上来8球又出界。对，这有连续出界，其实有一点伤哦。而且特别他换上来8球。对。哇。真的这时候就要考验换上去的选手的一个心脏哦。好，一样。张家伟上，好，要来发一颗。陈恩德，还有，好，先守下来，贴网，靠网了，哎呦喂啊！中间组织有点混乱。对。好，先过一个背飞，哎呀！大家都是可以用一句成语“人仰马翻”。对，旁边那个打的都有点乱。对，保伯特这个背飞成功了。是。就两边其实就是像刚才梦话讲，就是人仰马翻，然后也都没有太多准备。可以理解啦，因为其实这时候很紧张，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像前几局一样这么的。移动的这么自如哦，因为大家现在压力来了，都会比较紧绷一点，脚就会站比较死哦。11、12哦，康体的好机会哦。是，这颗也很重要。哇！救下来了。啊！怎么没有人？怎么没有人？这
内球打得非常聪明，而且是不是要请求暂停了呢？是。突然间哈，在双方快来快去的情况之下，做一个节奏的变换啊，在这种比较紧绷的时刻，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奇奇的效果，像这样他有点意想不到。但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三大有线这边的自己一个失误哦，没有跟着球走。因为其实这个路线在康体这一个动作来讲，确实一定会把球拨在后场这边嘛。那怎么没有人来卡吧？那就是他们自己在声音上少了一点沟通哦。好，两队都还有挑战的机会，但是三大已经没有暂停可以叫了。那比较特别的是，刚才看到这个上方的比分的这个顺序哈。康体的第8分跟第9分怎么来的？其实都是三大在发球上面送给对方的分数。是。哇，这个其实很伤哎。对，尤其已经在第5局了。刚刚三大有线其实也是有一个领先的优势哦，但是直接连掉4分哦。好，12-12。哇，康体这个最多曾经落后到4分了，4分5分，哦，8-3曾经。至少先把分数的领先先拿回来。是。目前比数13-12。陈德发球。陈玉玲拿到分数之后，让陈德来发球。球稳先过。哦，这应该是第5局康体这边少见的成功的组织跟连结哦。对，主要应该也是想要牵涉到大界这边的拦网哦。对，毕竟他在这一大界刚刚在这边的拦网确实比较没有占那么大的优势，所以球就会往这边塞哦。庄子琳，哎呀，对。庄子琳的touch out拿到这一分，比赛来到赛末点。好，赛末点出现了。哇，三大有没有机会输2追3呢？哇，演出大逆转，有没有机会呢？发球，拦网还有吗？哎，比数来到了第50。来到了哇，非常紧张啊！是。张浩博，这个太勉强，太勉强，太勉强，太勉强了，太勉强了，太勉强了。对，其实真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国强来挑战前排的有。刚才这个起跳的时间点跟给球的 timing 其实都不是这么好哦。是。不过三大这边还是提出挑战吧。跟刚才提到，在第5局双方其实都没有用到挑战的次数哦。对，确实是拦网未触球。其实应该在提出挑战的时候，三大这边应该其实也心里有数啊，但是还是要做，还是要试试看啊，毕竟到了这个节骨眼。对，尤其看现在康体这边前排的拦网哦，确实还是可以做给我们的国强啊，让他去突破啊。对，选择其实蛮多的啦。对，来了。是。哦，说着国强。对，而且国强的那个霸气，其实他今天一直都是有的。当然，我说的是，当然不是因为恩德失误，我们才会讲这种话。是，我只是觉得说，在配球的部分稍微有点可惜。好，再回到 Deuce， 好，15-15。陈玉玲发球，哇，还是很平哦。哦，今天哇，真的林胜恩攻击的成功率很高哎。可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是可以守得起来的。哇，对。来看一起要进入15号下17号杨承恩上。
好，目前比数16比15。再一个赛末点。廖鸿生发球平贴，球给国强，还有哦，要跟完哦，跟完哦，再来一个修正给国强，他去啊，没错，真的是想不到，对，好，要打到12点了，向主持人要打到12点，不过这确实是很精彩哦，对，哇，陈介廷发球。 Nice ball！ 哦，挡下来了，很好的一个拦网，做一个机会出来，结果出界，后排哇！哇，你看如果说画面有拍到刚才林志勇教练的这个表情哦，还有动作，他觉得哇，这个可惜，这应该拿到了分数，因为看起来真的就是一个呛死球出来了。然后3大有线起球挑战挑战项目为界内，好，要挑战界内界外，界内界外，对。 界内界外，绝对界内界外。好，不要上边发上。到底是康体会开胡，还是3大会演出大逆转呢？你们统一一下好不好？我要比个爱心，我要自由。界内还是界外？你觉得？界内，好，这看起来应该是3大的球迷。对。 哎呀，对，这其实蛮容易判断的啦。是。好，17比16。目前比数17比16。我们邱老师还是非常的 chill， 非常的沉稳，坐在场边，还是很坐得住。李冠伟发球，这应该是康体的第3个赛末点。陈恩德被拦住。 回救，好，先过。哎呦，哇，这球很精简。哦，很敢打。哎，打得很精巧。敢打吗？再来，还有，再来，真的不急。硬是扣进了这一分。哇！其实我也快要没气了，我都在憋气耶。 排球好看就是这样，赶快大家来现场看比赛。对。大家可以先去买早餐。还是。在目前线上呢，已经有大约2500人正在收看。是。17比17，逃过了3个赛末点。有。这球。 他的力道其实是蛮大的哦。还有哦，把握这一个攻击哟。回挡。是。有没有可能连追3分呢？是。彰化3大有线，这应该是这场比赛第5局出现的第2个赛末点。双方其实都逃过对方的至少1个 match point。对。 从14比13开始打起，台北康体呢没有放弃，从14比13硬是一路打到16比14，双方就开始接连不断 deuce， 陈恩德得到30分，康体这边其实就比较平均一点哦，张浩博、林胜恩、廖鸿生其实也都有分数。那在今天其实庄子霖跟吴国强其实也在攻击上面给了蛮多的支援，那就看最后怎么选择了。没错，他们绝对都是有一定的能力来去得分哦。18比17，国强发球。 有哦，这个修正，想打一个小吊球过去，林生再一个，哇，林生今天的攻击率大概50%哎，是哦，
其实已经看到有拦网的这个防守球员了哈，所以就把他的角度再拉开一点点。是。确实是像梦话讲的，打得非常聪明。是。有哦有哦。庄子霖好球，硬是被拦了回来，不过。其实这颗球其实有一点点危险哦，对，因为其实这个球的飞程还有，但是还好，因为子霖他的制空能力强，跳的也够高，可以在空中处理这颗球。他其实撑到了最后一刻，你可以感觉出来。如果是国强的打法，我就不好说国强可不可以处理这颗球哦。有来咯，还有哦，继续哦。哎呀，哇！紧紧张张，紧紧张张啊！哇，双方都拒绝投降。是第5局打得像一整局一样。杨承恩今天发球的次数其实不多。短线，子霖，庄子霖。真的很会打这种 touch out 哎，其实就已经知道他会这样打 touch out 了。我觉得拦网可能还是要稍微再思考一下，该怎么样去拦他打这种球路的技术哦。对，是要慢一点跳呢，还是不要跳太高？时间要抓好，这些等等的都是可以去稍微克制一下他这样子拦的攻击的模式哦。双方其实目前得分的这个模式组合都是一样的哦，都同样在4号这个位置不断拿到分数哦。对。哇！应该是庄子霖这边的加油团队。应援团，好，换郑胜瑞发球，还有，这次也接下来了，好球哦！庄子霖要不要再来一个？哇！对。突然间反而是康迪又取得了 match point， 是拦回来了。这次就像刚才这个梦话讲的，已经知道你要打这个位置，对，这次总算封回来了。刚才要回击时被标杆拦了回来，是21比20，又是一个赛末点，看看，发得非常强，对，哇，这个也很险，决定放掉，对。很敢挑战，我觉得这样子的发球有这样子的心脏，我觉得是很好的。是，对，其实是绝对不要怕失误。是，对。好，庄子霖发球，高度有，好球。第5局几乎没有出现快攻哦。是。发现了好几个局部点。今天李源不在，张浩博就扛起了得分的主要的任务哦。对。其实你也真的还是不能够忘记陈恩德。对。即便恩德在刚刚几颗确实是可能自己没有掌控好的状况下，他用了最快的速度调整了自己哦，在打这个攻击确实还是有跳得很高来去攻击哦。对，很棒。其实我觉得这个像梦话刚才讲，你不要太刻意去做机会给他，但是是他的机会的时候，他的把握度是很高的，没错，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对。好球！这个拦网猜到了，对。非常关键啊，尤其是大界拦到的，哇，这往前是1对1哦，真的 one by one， 对，哇，这个没有人想到他拦得到，他应该说林胜恩前面做了很多这种比较大角度的延展性的攻击哦，对，
那大界其实也有准备了哦，所以这次你看他确实他在预测上面非常的精准过网，吓死我了！全场观众一阵惊呼，出界！哇，最后反而是彰化3大有限输2追3。不过康体这边绝对还是要，当然，哦，该做的还是要做。对，这应该是第5局打到抢15啊，就硬是打到24比22。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有挑战触网的可能性呢？你们比的都不一样。很快的就出来了，拦网。好，挑战触网，有没有机会呢？看起来刚才这回放的画面中间应该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哦，所以最后的分数确定24比22，彰化3大有限输2追3，从一开始16比25、21比15啊，这一路打到最后。第5局抢15，24比22，双方经历了无数的 deuce 啊，也恭喜3大有士拿到今年赛季的第2胜。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最后的5局大战呢，我们恭喜彰化的3大有线电视呢拿到这样比赛的胜利。那不过呢，因为连续2周呢，其实都打到了第5局，我们要跟林志勇教练聊一下。教练，请问一下呢，就是连续2周啊，都打到了第5局。不过上一周呢是2-0开始，然后打到最后第5局。那今天是0-2开始打起，谈一下这2周的心情，还有这2周的比赛，这个太特别了。对啊，我觉得上一周应该算是我们有把握，我们应该要赢的，因为上礼拜应该是他们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美津浓的状况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有把握住，所以赢了。啊，但是这个礼拜是因为我们1、2局的自己的失误太多了，对，然后自己的失误太多，导致变成我们一开始1、2局都失误是9颗、8颗送给别人。啊，如果我们像3、4局、第5局失误降低之后，其实我们还是算赢面比较大一点点的。对。好，那我们要跟今天的队长庄子霖聊一下。来，子霖，在这个第5局最后决胜局的时候啊，其实我记得打到第50的时候，好几次队友把机会做给你，不断的去强攻做这个地方的挑战。那后来呢，我发现其实你们在攻击上面有做一些改变。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跟队友在沟通上面有做一些不一样的选择？然后也谈一下，第5局真的打得非常的紧绷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当一个大炮手，如果队友真的不行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办法跳出来去扛整个队伍。所以2支大炮手的攻击就很重要。如果你自己去失误的话，就会造成说队友会很辛苦。所以当队友不行，你就要跳出来，然后扛下这个队伍这样子。好，那也跟我们的恩德聊一下。那今天这样比赛啊，其实在前面2局，就像刚才这个教练讲的哦，前面2局的状况比较多，失误大家比较多，特别发球接发球。但是3、4、5局呢，其实就不太一样了。特别是我发现，在第3局、第4局，那攻击心态蛮强势的。可是到了决胜局第50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又有蛮多队友跳出来，就感觉那段期间你是不是也把机会做给队友，还是在当时你们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跟我们分享一下。应该说今天会赢球是大家团结的表现，因为大家场上场下一条心，然后加上我今天状况本身就不太 OK， 然后队友一直鼓励，跟到最后，突然状况也打开，大家就有在那个同一条船上，感觉就大家一起跟过去了。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就连续2周打到第5局啊，这一周比上一周又跟曲折迷离，因为上一周是2-0开始打起嘛，然后这一周0-2开始打起，谈一下中间的这个变化，这3、4、5局你们的变化。对，就是起伏很大啦。对，那前2局其实也是有机会，只是没有把握住。那从第3局开始，因为已经输2了嘛，已经退无可退了，已经没有机会了，再输就是没有了。那就是大家咬住，一起把握住，然后赢了，那还是有机会，就继续再把握，然后到第5局决胜局又放手一搏。好，那我们也谢谢今天2位球员跟教练带来的访问。那我们也恭喜彰化3大有线电视拿到今年赛季的第2胜，谢谢。好的，非常恭喜今天彰化3大有线拿下了胜利哦。虽然他们前2局的状况其实没有很好，不过第3局、第4局、第5局
展现出他们其实自己该有的水准，所以顺利拿下整场的比赛的胜利哦。那在台北康体这边也稍微可惜了一点，没有把握住第3局的一个局末点，没有拿下胜利。那我们也是期待台北康体这边可以有一个开壶的表现，希望他在未来的每一场球赛都能够稳定的发挥哦。是，那接下来我们的下一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桃园台产以及对上我们的屏东台电，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看比赛哦，谢谢。好，那我们这样转播到这边先告一段落了。我是洪柏林跟我们的球评梦话向您说声再会，我们稍后回来。